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富不过三代，但是在这个世间有这么一个家族，他们的财富不仅富过了三代，而且富可敌国。可是当你拨开这座金碧辉煌的财富帝国表面的浮华，向着最深处的根基看去，却会发现里面掩藏着一段让人毛骨悚然的因果迷局。据公开报道，2020年何鸿燊离世，留下折合新台币大约2兆元的家产，4个太太，17个子女。这些数字摆在世人面前，听起来真是风光无限，无数人都在羡慕，觉得这才是人生大赢家，这才是顶级的福报。但是各位，看事情绝对不能只看表面那一层金箔，你要扒开来看里面的因果脉络。当你仔细去看何鸿燊家族的时候，一个极其残酷的现象就摆在那里。大房李婉华这一脉，那个结局实在太过凄凉。大房长子何猷光和英国籍太太在葡萄牙遭遇车祸，2人当场身亡。大房长女何超英因为弟弟的死精神失常，晚年带着女儿在多国漂泊流浪，最终器官衰竭，孤零零的离世。大房次女何超贤常年低调隐退，几乎无人过问。一个很自然的疑问就浮出来了：付出最多帮丈夫打江山的那一房人，为什么结局反而最惨？4个太太里面，真正帮助何鸿燊从零到有的人只有李婉华一个，可就是这个李婉华他自己的下场，连同他亲生子女的下场，都让人不忍心细看。这件事如果仅仅用巧合2个字来解释，我总觉得太过轻描淡写。在这浩瀚的宇宙中，万事万物皆有定数，绝没有无缘无故的崛起，更没有无缘无故的衰亡。付出最多的人，往往承受了最重的反噬。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天道运行规律？让我们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几十年前。1942年，何鸿燊从香港逃难到澳门，外界曾传出他当时身上只得10块港币，真可谓是一无所有。可是人有冲天之志，非运气不能自通。在这个他人生的绝对低谷，他命中的超级贵人出现了，也就是李婉华。李婉华当年在澳门有一个称号叫澳门第一美人，她不是普通人家出身，她来自澳门显赫的黎氏家族。这个家族在葡萄牙政府和澳门政商界的地位非常崇高。李婉华的父亲是澳门当时极有名望的大律师，家族人脉横跨政商两界。机缘巧合之下，一无所有的穷小子认识了这位天之娇女。为了追求李婉华，何鸿燊甚至特地去学了葡萄牙语。最后在黎氏家族的全力帮助之下，尤其是在李婉华父亲的亲自担保和引荐之下，何鸿燊才拿到了澳门博彩专营权的入场券。各位看官，澳门博彩专营权这个东西，在当时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钥匙。你没有黎氏家族的政治人脉和社会资源，一个身上只得10块钱的避难青年，凭什么拿到这把通往1000亿财富的钥匙？说得直接一点，何鸿燊的1000亿王国第一块砖就是李婉华帮他搬的。在我们传统命理学里面，李婉华这种面相跟命格叫做闪福帮夫相。这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个女人天生的福报极其深厚，娘家有势力，自己又生得漂亮聪慧，是标准的旺夫格局。
但他的命格有一个很特别也很致命的地方，就是他会把自己一辈子积累的福报毫无保留的全部转给自己的丈夫。你把它想成一片肥沃到极点的土地，丈夫在这片土地上不管撒什么种子，都能长出参天大树。易经的坤卦文言传里面有一句话：坤自柔而动也刚，自静而得方。这句话在说什么呢？坤卦代表大地，代表女性，代表包容和承载。大地表面是柔软的，可是它动起来的力量却非常刚强。它安安静静的在那里，但它的品德是最方正的。李婉华这一世人活脱脱就是坤卦的化身。他温婉，他包容，他无条件地支撑自己的男人。你去看他早年的相片，气质端庄，严伟的夫妻，宫饱满有光泽，确实是一副福泽深厚的面相。可是天地之道讲究的是阴阳平衡，孤阴不生，独阳不长。一个女人如果连自己的命脉都不顾，把自己所有的福气、家族的底蕴全部抽干了，去填补一个男人，她自己还剩什么？坤卦无底线承载的背后，她要付出的凄惨代价到底是什么？坤卦的感传里面早就警告过世人：先迷失道，后顺得长。意思是说，当你完全以另一个人为中心去生活的时候，你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不知不觉地彻底迷失了。李婉华散尽了自己的福报和家族资源去成就丈夫，而她自己的命运从嫁给何鸿燊那一刻起，就已经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了。后来的事，很多老一辈的人应该都有印象。1957年，李婉华患上严重的结肠炎，整个人瘦到只得70多磅，寻医问药，完全看不出当年澳门第一美人的风采。到了1973年，她又在葡萄牙遭遇一场离奇的车祸，脑部受到重创，失去了大部分的长期记忆。一个女人在散尽福报之后，迎来了人生中最虚弱、最需要丈夫陪伴和照顾的时刻。那么她的丈夫做了什么？据公开报道，何鸿燊在1957年，也就是李婉华刚刚患上重病的那一年，就按照当时澳门仍然有效的大清律例，迎娶了二房太太蓝琼英。之后在1985年迎娶三房陈婉珍，1989年迎娶四房梁安琪。妻子重病在床，丈夫连续迎娶3个新欢进门，这中间的辛酸，旁人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女人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了出来，家族的人脉、自己的青春，甚至自己的健康，换来的是在她人生最脆弱的时候，丈夫转身离去，另结新欢。从命理和风水的角度来看，正妻在男人的命盘中代表的是财帛和福德宫的根基。福德宫管什么呢？管一个人的福气厚度，管子女的平安，管晚年的福报。当你伤害正妻宫，甚至背弃正妻的时候，你就等于亲手拆掉了自己风水格局里面最根本的那块基石。表面上看，何鸿燊后来的赌业王国越做越大，好像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但实际上那条裂缝已经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越来越深。赌场这种偏门行业，每日经手的怨气和贪婪之气极其深重，无数人在那里倾家荡产、妻离子散。这种庞大的负面能量是需要极大的福德去镇压的。
如果家中的正妻，也就是风水上的定海神针再守不住，出问题只是迟早的事。2004年，李婉华孤独离世，在他的丧礼上，何鸿燊没有为他扶灵。很多朋友心里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疑惑：既然何鸿燊对不起发妻，既然赌场积累了那么重的怨气，那为什么厄运没有落在他本人的头上，反而全部都冲去了大房的子女那里呢？这究竟是老天爷瞎了眼，还是因果有着更深层的恐怖逻辑？这个问题真正问到了整件事最让人心痛，也最符合天道运转规律的地方。在我们传统的因果观念里面，有一种极其残忍的现象，叫做业力代偿。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自身的气运极其旺盛，处于事业巅峰，气运如虹的时候，业力暂时伤不到他本人，但这股反噬的力量不会凭空消失，他会转而寻找突破口，去冲击他最亲近的人，而且是气场最薄弱的血脉至亲。谁是赌王最亲近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原配嫡出的长子与长女，他们身上流着父亲的血，又继承了母亲的善良与脆弱。在整个家族庞大复杂的磁场里面，他们是防卫最薄弱的一环。1981年6月，大房长子何猷光和英吉太太在葡萄牙里斯本的一条公路上遭遇严重车祸，夫妇2人当场身亡。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和细节。何猷光当时只得33岁，正值壮年，刚刚开始接手家族生意，被外界公认为赌王的不二接班人。据外界传出，车祸发生之前，他才刚刚和父亲一起吃过晚饭，饭桌上谈到接班的具体安排，短短几日之后，人就没了。最让人觉得诡异和不寒而栗的是，这桩车祸发生的地点，恰恰是他母亲李婉华当年出车祸的同一个国家葡萄牙。这种巧合让人心里很不舒服。天道的剧本有时候写得比电影还要让人背脊发凉。弟弟的死讯传回澳门，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长女何超英整个人的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何超英是怎样一个女子？她精通多国语言，在澳门艺术界是公认的才女，年轻时的气质风范，被媒体誉为赌王的最美千金。但弟弟的突然离世对她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她从此精神失常，带着年幼的女儿在多国之间漫无目的的漂泊流浪。晚年有媒体拍到她在街头出现，神情茫然，瘦的只剩一副骨架，完全看不出当年那个风华绝代的赌王千金模样。2014年，何超英因脑血管疾病和器官衰竭在养和医院孤独离世，终年67岁。让人唏嘘的是，他的丧礼何鸿燊同样没有出席。同样是何鸿燊的子女，命运却有着天壤之别。二房的长女何超琼如今是信德集团的掌门人，身家数百亿，在香港商界呼风唤雨。四房的何猷君娶了超模奚梦瑶，风光无限。三房的子女也都生活优渥，事业有成。同一个父亲，为什么命运可以差这么远？难道二房、三房、四房就不受赌场业力的影响吗？到底真相是什么？这就解释了传统文化中一个很关键的概念，叫做共业与别业。什么叫共业呢？就是说何鸿燊作为一家之主，他开创赌业王国所积累的庞大业力，
是整个家族都要共同承受的。家族里的每一个人吃穿用度都沾染了这个磁场，多多少少都会受到这股力量的影响，这个叫共业。那什么又叫别业呢？就是说，虽然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但每个人的福报根基不一样，有人离业力源头近，有人离得远，自身的气场强弱也有差异，所以承受的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大房的李婉华是整个家族的福报输出方，她就是那个耗尽自己福报去成就丈夫的人，所以她和她的子女恰恰离这个因果风暴的中心最近。换句话说，她付出的越多，她跟整个家族早期那股最原始的业力绑定就越深。当反噬来临的时候，最先被击中的必然是大房这一脉。这就好比一棵大树，何鸿燊和他的赌业王国是树干，李婉华是地下的主根。地面上看树干粗壮无比，枝叶繁茂，但你去地底下看，最先被虫蛀、最先枯死的就是那条主根。而其他三房，他们进入这个家族的时间，都是在何鸿燊已经发达之后，他们没有经历过那段借运起家的过程，也没有承担过善福帮扶的代价。在命理上来说，他们只是攀附在赌王强大气运之上的藤蔓。赌王运势旺盛的时候，藤蔓自然枝繁叶茂，但当反噬来临的时候，藤蔓也是最容易脱身，受损最小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大房一脉独自承受了最惨重的代价，而其他几房似乎完全不受影响。香港老一辈有一句话叫做宁打斋莫拆魂，打斋就是做佛事超度亡魂。这句话的意思是，宁可出钱去做佛事积阴德，也不要去拆散别人的婚姻。在岭南民间传统里面，破坏夫妻关系是最损阴德的事情之一。何鸿燊虽然没有跟李婉华正式离婚，但在他重病期间连娶3房，这在老一辈人看来已经是越过了人伦的底线，破坏了原本的家庭风水。如果长子长女的惨剧叫做业力代偿，那何鸿燊的晚年就是传统文化里面说的现世报。不用等来世，今生的因果就已经清清楚楚地展现在大家面前。2009年，何鸿燊在家中中风跌倒，从此瘫痪在轮椅上，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一个曾经在商场上一言九鼎、叱咤风云的枭雄，晚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但这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他从一个掌控一切的人，变成了一个被他人掌控的工具。2011年，何鸿燊家族争产大战全面爆发，几房人马为了争夺合计5000亿港币的家产，在媒体上互相攻击，手段层出不穷。何鸿燊的律师一度公开发表声明，表示赌王被家人挟持，家族资产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转移。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曾经威风凛凛的赌王，晚年被几房太太和子女轮流看管。他被推到记者会现场，有人捉住他的手去牵档，有人在他耳边大声教他讲什么话。电视镜头拍到他坐在轮椅上，眼神呆滞，嘴巴合不拢，就像一个任人摆布的木偶。易经的干卦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一条龙飞得太高了，到了尽头必然会有悔恨。何鸿燊这一生在财富和权势上几乎达到了华人世界的最高峰，但干卦很清楚地警告我们，任何事物到了极点就一定会走下坡路。
他用5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5000亿的帝国，而这座帝国倒塌撕裂的过程，他坐在轮椅上全程目睹，无能为力。从相学的角度来看，何鸿燊晚年的面相和神态，在传统乡里上叫做主心失位。一个人的眼神代表他的精神和掌控力。当你看到一个人的眼神涣散无光，无法聚焦的时候，说明这个人的神魂已经不在位了，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人生的主导权。一个建立了商业帝国的人，最后连不说话的权利都没有，想闭眼休息一下，都要被人拉起来按手印，这个就叫主心彻底失位。对比一下他年轻时的相片，西装笔挺，双眼锐利有神，那种意气风发的磁场，隔着相片都能感受到。不过数十年光景，判若两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普通人太远了，我们又没有几千亿身家，也没几个太太。但其实这个故事跟我们每个人都有莫大的关系。易经的系辞传讲得很清楚，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平衡了，家才能和，家和了，万事才会兴。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玄学，而是几千年来无数人用自己的人生验证过的铁律。赌王的5000亿家产保不住大房的血脉，而一份真诚的夫妻之情却真的能庇护子孙好几代人。人这一辈子，无论你多有本事，最终都要回归天道的框架。我们要学会修德，多做善事积攒阴德。我们要懂得惜福，不要把自己的福报提前透支干净。我们要时刻修口，不要用言语去伤害最亲近的人，更要谨记远离贪念，不要在物欲中迷失了本心。如果您觉得这段因果复盘对您有启发，不妨在评论区打下“家和万事兴”这5个字，让更多有缘人看到，也算是提醒我们自己珍惜身边人，守住最根本的福气。